28日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已经进入南海，而华盛顿观察报曾怂恿，如果要展示美英特殊关系，就派军舰到中国领海12海里内。有专家曾作出警告，要警惕美国舰艇在相关海域夹带私货，擅闯我国领海。英国一旦被架上去了，可能会有过激行动，但中国海军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英国几乎出动了所有能拿得出手的家当：伊丽莎白女王号、1艘45型驱逐舰、1艘核潜艇、2艘护卫舰和2艘补给舰，同时还有美国和荷兰的2艘军舰，声势十分浩大。美国可能还会派军舰来支援，这样的阵容足以灭掉一个小国，不容小觑。除此之外，美国还准备纠集东南亚国家一起对抗中国。美国防长接连访问越南、新加坡、菲律宾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也准备访问东南亚国家。一系列举动就是要在南海掀起新的风暴。解放军如何应对？在28日，国外社交媒体传出一张卫星图，显示英国航母编队和山东舰位置图。山东舰已经驶离三亚母港，朝着南海航行。另外，还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，这次山东舰出港还携带了2艘055大驱。7月26日，就有图片显示2艘055大驱同时出海，远处似乎还有1艘054A 护卫舰。此时，英国航母编队身处马六甲海峡附近，在万安滩东南偏东53.9海里处向西航行，而2艘航母距离只有580海里，这个距离相当有含义。580海里大约1000公里，正是舰载机歼15的打击范围内，而滑跃起飞的 F35作战半径顶多800公里。歼15摸得到，而 F35却摸不到，所以这个距离是山东舰最佳打击距离，却是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死亡距离。至于近距离观察或驱赶，都可以交给驱护舰就行了。可以说，英航母这趟南海之行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，正好可以给我们航母编队练练手。不仅如此，中国海事局还宣布，29日南海部分海域将进行实弹射击训练，禁止驶入。按照国际规则，如果有舰船擅闯演习划定的禁航区，来了可以直接炸。这一系列举动正表明解放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军事准备。说起美俄对抗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。近些年来，在美国带领下的北约不断地从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，但是在俄罗斯强硬的手段下，北约也没有占到多大便宜，甚至还屡屡吃瘪。日前，美国再次对俄罗斯出下一记重拳。据悉，美国空军授予了雷神公司一份新的武器合同，也即远程防区外武器，其目的很明显，就是协助美国轰炸机在战时穿越敌人的层层防空网。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拥有如此大的威力呢？据悉，这是一款隐形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一旦在战时，敌人的防空系统一定会高度戒备，届时美国的轰炸机又怎能轻易对其进行打击呢？按照美军的说法，这款 LRSO 巡航导弹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。由于低可侦测性，其即使在敌人的雷达探测下，也仍然能够保持一定水准的隐身性能，这也就解决了战时美国的轰炸机可以从敌人的防区外发射这一导弹。从这一层面来看，美国的这一战略利器不容小觑，而且美国也透露称，这款导弹主要是用来打击俄罗斯的。而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，俄罗斯丝毫没有畏惧示弱，而是立刻展开了正面硬刚。据俄罗斯内部消息人士介绍称，日前俄罗斯一下子采购了10套 S500防空系统，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开始批量交付。分析人士指出，一旦这一消息落实，其将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列装的高超声速武器防御系统，并将被用来保卫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。单从这里的描述来看，这一款防空系统的威力就十分令人震撼。当然，更加令人关注的是俄罗斯对美挑衅的强硬回击。美国一宣布开发可在防区外打击的巡航导弹，俄罗斯这边就宣布采购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，可谓是处处针锋相对，丝毫不让。而同样有着被美步步紧逼禁欲的中国，反击措施却没有这么直接。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强硬，让不少国人开始着急，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向俄罗斯学习学习，给美国一点颜色瞧瞧？试想一下，如果中国早就像俄罗斯那般强硬，是不是那些跟在美国屁股后面的宵小就不敢再放肆？是不是英国一个二流海军就不敢再千里迢迢跑到中国周边撒野？众所周知，美国一直将中俄视为其霸权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，因此在拜登上台之后，美国就极力拉拢盟友来对中俄实施围堵。但是让美国没想到的是，他这一个举动却在无形中促成了中俄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关系，同时也让中俄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挑衅时，不再显得那么势单力薄。在与霸权主义对抗时，中俄亲密的战友关系也让彼此更加有了底气。
近段时间，美国就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力度。他们一边派出副国务卿谢尔曼访华，另一边却又纠集盟友对中国实施挑衅。为了响应美国自由航行的号召，英国海军不顾自家航母编队的疫情状况，在遭到俄罗斯的开火警告后，还敢叫嚣要穿越中国南海所谓的争议水域。而在英国到达南海的时候，美国又开始拱火，怂恿他们闯进中国领海12海里范围内开展航行活动。不仅如此，在英航母进入南海的同一时期，日本海上自卫队也派出2艘大型巡逻舰南下，在所谓的台海航线上进行相关活动，以此来试探中国大陆的底线。对此，有分析人士认为，日本这种举动很显然是受到了美国的支持，不然以他们的军事实力，是绝对不敢做出踩踏中国红线的行为。综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国及其附庸们在近段时间对中国的挑衅行为已经升级，他们开始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试探中国的底线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中国准备全力反击的时候，我们的好战友俄罗斯也及时出手来力挺中国了。据俄国防部近日发布的声明称，俄空天军正在将2架米格31和2架苏35部署到白令海峡，并且还有俄军轰炸机伴飞而行。我们都知道，美国阿拉斯加州与俄罗斯本土仅隔着一个白令海峡，而俄军将战机部署至此，必定会给美国带来不小的压迫感。另外，俄军在黑海给英国海军一个难忘的教训之后，又就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对日本进行了强硬的反击。俄罗斯方面在近日表示，会在北方四岛开展长期的射击训练，而且对于日方的抗议和反对，俄罗斯均表示不接受。最后，我们想说，俄罗斯对美国及其附庸们的强力反击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给中国带来的外部压力，同时也让中国民众感到十分提气，因为俄罗斯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，面对西方霸权的打压，中国绝不是孤军奋战。如果他们非要挑战中俄上不封顶的合作关系，那么下场绝对无异于找死。第一届塔利班访华，在28日，塔利班代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。随后，中国外交部和驻阿富汗大使馆再次提醒，在阿中国公民尽快撤离，将面临极高安全风险。美军拍拍屁股走人，而周边国家却被迫遭到波及，甚至可能蔓延到中俄边境。于是，第二件就是中俄在西部举办联合演习，俄罗斯将赴华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习，届时将有1万多名军人参加。中方参演部队主要是西部战区，而俄罗斯联邦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。可以说，这场演习对我国西部和俄罗斯东部边境稳定起到很大震慑作用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第三件，俄罗斯还去了南千岛群岛演习。俄罗斯和日本关系再次恶化，即使日本强烈抗议，但毫无办法。日本这段时间不断挑衅中俄两国，必须是要敲打一下了。第四件事，有2名嫌犯涉嫌参与袭击巴基斯坦达苏水电站班车事件被捕，目前双方还在就该事件进行联合调查。这起爆炸事件造成9名中方人员遇难，多人受伤，很显然就是冲着中国来的，但背后势力错综复杂。第五件，尼泊尔新总理德乌帕就任，最兴奋的却是印度。德乌帕位子还没坐稳，莫迪就急忙与其通话，强调两国特殊友谊。外界也在猜测这位新总理亲印。第六件，英国航母编队进入南海，为了彰显全球影响力，英国还特意跑到中国家门口挑衅。要是英国航母老老实实，大家相安无事；如果英国一旦闯入我们领海，我们将以一切必要手段应对。第7件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。布林肯在访问印度之际，再次提到了中国，并表态美印共同面对中国威胁，应当联手应对。而印度最近在中印边境也开始不老实，解放军也在不断加强边境部署。第8件，美防长奥斯汀访问菲律宾，菲方宣布不再终止美菲访问部队协议，菲律宾态度突然逆转，或将扰乱南海局势。第9件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批准售台 F-16V 新型侦察吊舱，并正式签约，总额为96.31626亿元新台币。美台不断加强勾结，台海地区局势也不容乐观。第10件，美多位高官还中国出访，这是上述很多事件的根源。这段时间，美副国务卿舍曼、美国务卿布林肯、美国防部长奥斯汀，还有准备出访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，轮番访问中国周边国家，试图搅乱局势。不过，为了稳定周边局势，中国外长、国防部长也接连出访或邀请周边国家访华。而和美国不一样的是，美国是在拉小圈子，美国在哪儿混乱就在哪儿，而中国是在谈共同利益和发展，谁又会拒绝发展？美国的阴谋注定破产。